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正在思念的那个人，他对你的想法，他对这段关系的看法。那在我们面前呢，分别有4组牌，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大家可以根据你们的直觉选择一组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择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我看到他对你的想法啊，我看到他的状态呢，还是有点，怎么说呢？他还在生闷气，很愤愤不平的那种。可能说你们之间有过很激烈的争吵啊，或者说你们之间有很深的误会。那他呢是一个很倔强的人，有的时候呢，一个小小的争吵就会让他介怀很久。那么第二张牌呢，是他现在的状态也很迷茫，因为他对自己的状态或者说对你们的关系感觉到很无奈。他回忆起来的话会充满了遗憾，而且呢，他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会感觉自己特别的无力，而且呢，每当说他想要联系你，或者是他想要和你恢复联系的时候呢，那他身边周围的这些宝剑，就是你们曾经有过的争吵或者不和，就会提醒他，你们两个人已经不能在一起了。所以说对方他的理智往往会主导他的行动，而你们恰恰相反，你们的感性往往会让你们变成更在乎的那一方。对，那第三张牌呢，它是月亮牌啊，他经常会在深夜的时候去关注你的社交动态，但是呢，我看到你们现在可能已经断联，或者说处于一种冷战状态，互相不和对方说话。那么第四张牌呢，它是一个权杖8的正位。你们现在两个人的话，可能已经说分手啊，或者断联。那圣杯呢，就是他独自离去，然后留下的这些圣杯呢，这些圣杯它其实代表着是你们之间的一些回忆，无论是难过的还是温暖的回忆啊，他都把它留在了原地。那我看到他现在的状态也很孤独啊，也很挣扎，从爱情的废墟当中爬出来，然后拍一拍身上的土，继续向前走。那么这底下的这4张牌呢，是关于你们的状态。对，那第一张牌呢，一个星币皇后的逆位啊，你们还没有从这段感情当中走出来，你们还深陷在过往的这段感情中。那这张星币女皇呢，你们手里的这个星币呢，就是你们依然会对上一段感情有很深的执念。那么第二张牌呢，宝剑女皇啊，就是你们的一个特质吧。对，你们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是呢，你们在上一段感情当中就会变得很感性。对，因为而且呢，会经常因为情绪说出一些冲动的话，而且呢，你们因为情绪冲动说的这些话呢，不仅会让自己后悔，也会伤害到对方。但是呢，你们心情好的时候也特别会夸人，所以说你们语言对你们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那么你们心情或者状态好的时候呢，你们的这种沟通和表达会让感情迅速升温，但是一旦你们陷入到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啊，你们的这种语言就会变成一把利刃啊，伤害到对方。但是其实你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这是你们性格特质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们现在对于上一段感情也是这种很受伤的状态，你们也非常在乎上一段感情，甚至你们受到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啊。你们有一点点，你们都会有一些不太相信爱情，也很害怕，未来进入一段关系当中所要承担的风险。那么这张吊人牌呢，就是你们现在把自己绑在了这个木桩上面，你们自己束缚了自己，你们自己定义了自己。你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永远都得不到一段完美的关系，所以你们就把自己绑在了这个木桩上面啊。就算你们看到了喜欢的人，或者说你们依然在怀念过去的旧人啊，但是你们不会主动的行动，因为每次当你们想要主动的时候，你们的潜意识就会告诉自己，这段关系不会有结果的，放弃吧。所以说我看到你们也很痛苦啊，一方面你们依然渴望一段爱情，但是另一方面你们又总在暗示自己得不到爱情，那么就变成了一种，或者说你们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那么我看到你们正在思念的这个人呢，还有你们两个人在感情当中的一些想法，或者说回顾你们之间的这种，怎么说呢？你们都会有一些遗憾，就是说没有完整的去表达过自己的爱 ，express your love，对，因为每一次你们的这种感情呢，总是会被突如其来的一些争吵和不和蒙上一层阴影，对。那么我看到第二张，爱之神谕卡呢是 Let your friends help you， 对，那么爱之神谕卡告诉你的就是说，虽然说你还没有走出这段关系，虽然说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但是你们依然深陷过去。那么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朋友帮助你，对，让他们多去开导你，让他们带你走出上一段感情给你带来的创伤。那么第三张爱之神谕卡呢是 True Love 啊，对，真爱。怎么说呢？你们对待感情都是非常真诚的，你们都会把对方当成真爱一样捧在手心里，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总会让你们失望啊，这也是你们现在非常害怕进入一段感情的根本原因。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光之工作者的这3张神谕卡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和建议啊。首先第一张牌它就是 Unbound， 对，解除过去的联系，释放你旧有的灵魂模式。那这张牌呢，其实是光之工作者告诉你的，放下过去的遗憾，重新开始。那第二张牌是 No 啊，对，不要再对自己过分的否定啊，也不要再对自己自我怀疑。同时你们要告诉自己，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它不可能开始，也不可能再重来。那么第三张牌是比较重要的一张牌啊，它是 Leap， 对，飞跃。当你们能够完成爱情神谕卡和光之工作者神谕卡给你们的这些建议以后呢，你们就会完成一个飞跃，对，你们会从旧有的那种灵魂模式当中把自己解脱出来，对，你们会完成一个飞跃。那这个飞跃呢，会带你们去到一个新的领域，或者说新的境界，有一个新的开始。你们可以期待，也可以憧憬，但是你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让自己摆脱过去带给你们的一些创伤和阴影，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第二组牌的话，我看到啊，首先就是这张权杖2啊。你们之间会有很多的分歧啊，对于未来的规划不一样，或者说你们价值观上面的一些分歧，导致了你们之间目前的这种状态啊，可能是分手或者说断联。但是呢，你正在思念的这个人呢，对方是有认真考虑过你们的未来的。而我看到对方的话，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典型的这种火象星座啊，可能是狮子座、白羊座还有射手座。那他对于感情的状态呢，属于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这个权杖骑士一样。他追求你的时候，或者说你们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他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呢，当他觉得你们之间有一些分歧或者不合适的时候呢，他又会很快速的抽身，留你一个人在爱情的废墟里边痛苦的挣扎。对，那我看到这张圣杯3的逆位啊，你们之间大部分的时间呢，可能都是不在一起的啊。那么我看到啊，就是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说你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异地，或者说没有待在一起。你们或者说你们认识的时候呢，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或者说有朋友在旁边。那么你在他眼里呢，就是这张皇后牌。对，我看到他对你的印象依然会很好啊，或者说这张牌呢，他以为你现在过得很好啊，他觉得你现在会过得比他更好，但是其实呢，那只是你对外展现出的状态，其实你私底下非常的焦虑，非常的不安，也非常的痛苦啊，经常会有一些睡眠方面的问题，还经常会反思在过去的关系当中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啊。那你们两个人呢，在过去的这段感情当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们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或者说你们沟通的方式有问题啊，所以说就导致了这张星币5啊，你们两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节奏、频率都不一样。
一个人在前面走，另一个人在后面追，两个人都很疲惫，两个人都会很累，而这张圣杯牌呢，其实是他想对你说的一些话，但是我没有办法看到说这个圣杯里边它藏着怎样的语言或者说信息啊。但是呢，那出现这张牌呢，我相信是他想要通过塔罗啊，有一些话没有对你说出口啊，他就藏在了这张牌里边，虽然说我不知道这些语言它是通过怎样的形式，或者说承载着怎样的信息，但它因为是这张圣杯牌啊，我想这张牌里边包含的更多的是一种感恩，或者说，因为圣杯牌它是一张，能够承载非常高频率的这种能量，所以说这种话的话，或者说他想对你说的话呢，可能是关于未来的祝福啊，或者说没有表达出来的爱，那么我看到啊，你们之间啊过去的这段感情啊，那么我们这4张爱之神谕卡，第一张就是 trust， 对，你们过去的这个感情呢，可能会有一些信任方面的问题，对方也在反思啊，自己，他会觉得他没有给你足够的信任啊，因为在过去的这段关系当中，他对你不够信任，那么这种不信任呢，就会带来很多的误解，对，会带来很多的争吵啊。而且呢，我看到啊这张control issues 啊，控制方面的问题啊，你们之间的感情也会有一些控制欲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控制它意味着一段感情不平衡，或者说走向失控的开始。因为控制欲更强的那个人，其实我感觉他会是更弱势的那一方，因为你总想要通过控制对方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可能说没有得到足够的爱，但是呢，这样其实反而会让一段关系走向失控。那么第3张牌呢，它是 separation 啊，那么可能说你们过去的状态也是说，在一段感情当中，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在一起啊，可能是异地啊，或者说有各自的事情要忙，那么这也会给你们的关系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也会为你们之后的一些误解还有争吵埋下了很多的隐患。那么第4张牌是 attraction 啊，出现这张牌的话，无论是他对于你啊，还是说你正在思念的那个人，他对你的感情啊，他对你，或者说你对他，你们两个人之间依然是有着这种很强烈的吸引力的，只不过你们双方的理智啊，都会告诉自己，不能够再狼狈的希望已经发生的事情本可以有不同，你们的理智都告诉你们应该向前走，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对，所以说我相信这段关系呢，其实让你们彼此啊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爱应当被坚定的选择，真诚的对待与交流，彼此共同成长，而不是无尽的争吵与误解。而爱也不是目的啊，爱是顺其自然后的结果。如果你想要控制一段关系，最终会让一段关系走向失衡。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对方他是一个星币国王，对，大概率他是一个土象类型的星座啊，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啊，那这种特质对应的性格呢，可能说对方他会有一点闷，不是特别爱说话，但是对方在你们这段感情当中呢，又会非常认真的考虑过你们两个人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很难猜到他心里在想什么。那么第2张牌它是权杖6的逆位啊，对，他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不是特别的有安全感，对，他总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他也觉得你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也不够成熟啊，他是那种心事很重的类型，动不动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
谁也走不进他的内心世界啊。他的内心世界和外界其实是相互独立的，他有时候会把自己变成一座孤岛，谁也走不进去，但是他自己也走不出来。那么他在你眼里的话，他其实你会觉得他活得很累。对，就是说，这张权杖十啊，他想的东西太多，他背负的东西太多，或者说有一些本来不是他的责任，他也会揽到自己的怀里啊。他在一段关系当中思考的过多，反而会使他瞻前顾后。那么他对你的这种感情呢，就像这个，星币侍卫的逆位，首先呢是很真诚的，但是呢没有通过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表达出来，甚至是根本没有表达出来。他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大胆的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啊，所以说你会觉得他在爱情当中是一个胆小鬼，总是靠近一点后又退缩回去。那么你在他眼里呢，其实是这3张牌。对，第一张是这个星币6啊，怎么说呢？他觉得你就像一个小富婆啊，花钱会有一些大手大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去买，很多冲动的消费，不理智的消费啊。他觉得你是那种在自己喜欢的东西面前没有丝毫的抵抗力，总是嚷嚷着自己没钱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的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对，还有呢，这张牌啊，它这种更深层次的暗示呢，是你们2个人在这段关系当中不够平等，有一个人是过度付出的。对，那么第2张牌呢，他觉得你是这个小愚人啊，他觉得好像你没有他那么多的烦恼，你总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总是充满阳光积极向上的能量，他很羡慕你啊，甚至有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嫉妒你。他羡慕你没有他那么心事重重啊，他觉得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会变得轻松一点，当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没有那么消极了。那么第3张牌呢，他觉得你会有一些怎么说呢，选择困难症吧。你喜欢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你在自己喜欢的东西面前不知道自己该选哪一样。而且呢你在他的眼里呢，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会享受啊，总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同时呢他也觉得其实你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人啊，就是你的大脑能够非常理性的思考出你应该怎么做，哪样是对的，但是通常你的选择又非常的感性会跟随着自己内心的冲动去做。但是呢其实整组牌这个第3组牌，我觉得它的爱情运势或者说它展现出来的这种爱情信号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看到了这里有一个星币牌，对，这里还有一个，那这2张牌呢，首先星币牌就是你们2个人的关系还是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还有就是你们2个人如果是断联的话，也有可能重新恢复联系。星币的话就是来自于对方的一个好消息。那么爱人牌的正位呢，也说明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情运势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是比较顺利的。对，那么我们来看这3张爱之神谕卡。第1张是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让你更加去了解对方其实你们在了解彼此的过程呢，也是在了解自己彼此互相了解的过程，就是要把自己推出舒适圈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了解对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服自己去接纳一部分对方呈现出来的特质，我们也要揭露一部分关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只有这样2个人才能够更加了解对方。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它给出的建议呢，其实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因为我们走出舒适圈的过程其实是比较痛苦的，但是呢美好的爱情美好的感情确实可以让2个人成长。那么第2张爱之神谕卡呢，它告诉你你是值得的， You deserve love。 对，你值得被爱，你也值得爱，你是可爱的， You are lovable。 那第3张牌是 Heart to Heart Conversations。 对，你们之间有多久没有过这种心与心的交流了呢？
那么这张爱之神谕卡建议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一次深层次的对话，了解彼此最需要的是什么，了解彼此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我，彼此坦诚的讨论你们对对方的这种感觉。对，交流永远是解决任何关系问题的良药。那么我们来看这3张疗愈神谕卡给我们的信息啊。第一张是那么第一张呢，它是 uncovering confidence， 对，让你自信起来。对，神谕卡告诉你的信息，它让你自信起来。可能你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不够优秀，但是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的那一份自信并不是不存在，而是被自己藏了起来。你现在要把它展示出来，让别人看到，你自己也是会发光的。对。那么第2张牌呢是 embrace worthiness。embracing worthiness， 对，翻译过来就是拥抱值得啊，相信你自己是值得的，相信你自己值得所有的美好。这并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因为你本来就值得。因为如果你不相信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值得，那到手的幸福也会溜走。而如果你觉得那份幸福不属于你，你觉得迟早都会失去它，而人都是有自我实现的力量的，那么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会不可避免的失去它。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你相信自己值得所有的美好，那么幸福本身它也是会选择对象的，它会被你自身的这种想法或者说频率所吸引到，那这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对，那么第3张牌是 exploring unity consciousness， 对，探索一种统一的意识或者说意志啊。那么这种意识呢，其实是我们的表意识和潜意识所达成的一致。那么这种一致呢，其实它是非常难以达到的一个境界。为什么我们在运用吸引力法则的时候呢，总觉得没有办法真正吸引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无论是工作也好，爱情也罢，其实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和我们的意识没有办法形成统一。你们可能只是在意识上让自己得到那个想要的东西，或者说在表层意识上告诉自己要得到那个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一段真挚的感情，但是你们的潜意识并没有真正的相信自己值得那个东西，或者说自己值得一段真挚的感情。所以说，如果要让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统一，才能够真正的让吸引力法则为我们所用。所以每天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因为潜意识它是在你们脑海当中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你们需要运用时间和重复的力量去慢慢改变你们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慢慢的拥有自己真正想要的，你们也会学会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而这个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个阶段。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我看到第4组牌，对方呢是这个正义牌加上权杖骑士的合体他对你的话可能说他在你的眼中一会儿是这个正义牌，可能说有一些高冷但是一会儿又挺热情的，像这个权杖骑士一样。所以说你的感觉就是你很难猜到对方他到底对你是什么意思。那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权杖8的逆位，对，那权杖8的逆位呢，说明热情在冷却，刚开始的激情在一点点的消退，而且呢，这张宝剑5的逆位呢，说明你和对方，你们2个人之间有一个人可能会有其他的桃花在接近，对，而且呢，你现在的状态是这张圣杯你可能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没有得到重视，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像一个备胎一样，那你在对方的眼中呢，也会有一点点这种，他也会感觉你不太好接近因为你是这个女祭司的逆位，对，
就是说你的内心感受你不会把它表现出来啊，你的内心想的再多，你表面上也是风轻云淡，从来不会表露出自己真实的感受。而且呢，你在他的眼中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的人啊，可能总在马不停蹄的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可能说你在对方的眼里啊，还有一点手忙脚乱的这种感觉，他也能够感觉到啊，对方能够感觉到，就是说你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开心，对你实际的状态其实是有一些忧郁的，或者说抑郁啊。那么你们的状态呢，就是这张吊人啊，你们现在被束缚住了，你们把自己绑在了一个木桩上面啊，可能说你们给自己贴了很多的标签，或者说你们会给自己一些暗示，你们是没有办法正常的，你们自己给自己的暗示呢，是告诉你们，还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追求属于自己的一段感情啊，你们会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感到很无力，但是呢，又没有一个方法去挣脱出来。那么对方的话，他现在对于这种感情呢，也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那么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就属于朋友之上，但是呢，有恋人未满。那么第一张牌我看到啊 ，retreat， 可能说，这张牌是撤退的意思，对 ，retreat， 可能说你现在有一点想要放弃了，对，因为你们的这种状态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疲惫，而且呢，在这段关系里呢，有一个人啊，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人会有这种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啊，可能说进入亲密关系有这种焦虑或者回避的倾向。那第三张牌呢是 unrequited love， 对，可能说你在这段感情当中投入的是更多的，而且呢，你现在对于这段感情也不抱太大的期望啊，你也不追求有多少的回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张，疗愈神谕卡它给我们的信息啊，对，那第一张牌呢，它是 processing grief， 对，处理自己的这种悲伤啊，My losses prove how deeply I loved， 对，我失去的这种带来的悲痛证明了我曾经有多么的深爱啊，但是呢，你们现在应该去处理自己的这种能量啊，不要让它继续困扰你啊，你应该做一个能量的深层的疗愈和清理。那么第二张牌呢，它是 unhooking the past， 对，释放掉你的过去啊 there is nothing to regret when I learn from my past， 对，这里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当我从我的过去当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integrating the ego， 对，整合自我，可能说，你自己的话总是有很多个自我啊，有一部分自我呢是在对自己进行一个自我肯定，那有一部分自我呢是在对你进行一个自我否定。那么这张牌呢，建议你啊，目前你们自己的话，急需要对自己的这种肯定，不是说这个自我否定对自己不好，而是说现在的你们急需要对自己完完全全的自我肯定，它才能让你们，继续有勇气走下去，对，继续有勇气去过，去拥抱接下来的生活啊，对，所以说，我看到啊，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现在自己的状态呢，会特别的不自信啊，会有一些自我怀疑啊，你们现在需要整个灵魂的肯定，对，所以说如果你们有一部分自我在进行自我否定的话，你要把那一部分自我变成自我肯定的力量，它能够帮助你们拥抱接下来的生活，对，你们没有必要进行自我否定，你们的灵魂是完整的，你们也值得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美好，对，你们要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还爱着这个世界，生活的角落里还有很多的美好等着你们去发现，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的这种注意力全部都放在感情上面，对，这样的话会让你们的生活失去平衡，对，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